公元1873年，条约刚被批准，日本就迅速行动，几个月内就在北京设立了外交办事处。首任驻华公使是曾经在华盛顿任职的森有礼。这时候呢，李鸿章极力主张中国也该往日本派公使，但他后来懊悔地说，要是早点设立日公使馆，说不定就能阻止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了。可惜呢，中国第一批外交使团一共17人，直到1877年12月才抵达东京，整整晚了3年多。不过李鸿章这个人呢很有意思，尽管对日本呢有疑虑，公元1876年11月会见森有礼的时候呢，两人最担心的居然是沙俄的威胁。李鸿章还提议中日应该在朝鲜问题上合作。更让人意外的事情是呢，公元1877年日本镇压萨摩叛乱时，李鸿章竟然给日本政府送了10万发子弹，作为援助日本镇压叛乱的弹药。这说明呢，李鸿章始终还是想维持中日和平。然后咱们重点来说说这个中国驻日本的公使馆，他们的日常工作呢是要向总理衙门报告，紧急事务呢可以直接给皇帝写奏折。带队的何如章39岁，广东客家人，是翰林院的庶吉士，也是李鸿章的朋友。副手呢黄遵宪更加年轻，才29岁，后来写了本关于日本的权威著作。有趣的是呢，这两位都来自于广东客家，而且呢都没有受过日本事务的专业训练，全凭着对外交的兴趣被选中了。黄遵宪这个人呢特别值得一说。据学者浦地典子研究，他在日本期间呢特别用心了解真实的日本，也不会说日语，但有一个绝招笔谈。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呢都懂古汉语，他就靠着写汉字交了不少日本朋友。他相信中日文化同源，应该携手合作。让黄遵宪惊喜的是呢，在日本居然找到了不少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，还有一些呢古代礼乐也在这里呢被保存了下来。这些中国外交官和日本文人交往方式呢很有意思，一起饮酒，交换字条，互相引用中国的古诗和唱和。参加这些聚会的日本人里，有后来促进中日交流的曾根俊虎，有后来帮助中国训练警察的川岛浪速，还有明治政府的官员宫岛诚一郎。黄遵宪甚至还结识了著名的学者冈千仞和政治家大久保利通。通过笔谈呢，黄遵宪发现日本人对现代科学跟国际准则如此的熟悉，让他大吃一惊。当然他也不是一味推崇日本，他觉得日本过分西化，追求过度民主都是错误的，还反对日本浪费钱买外国奢侈品。但他真心欣赏日本在政府组织、公共卫生和教育上的巨大成就，认为中国确实应该学习这些。公元1879年春天，黄遵宪写了本关于日本的诗集，很快由总理衙门出版了。到了公元1887年，他还完成了集大成的《日本国志》，这是当时最全面的日本研究著作。可惜书稿交给出版商以后呢，竟然没能够及时出版。直到10年后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，大家才想起来要开始了解日本，这本书终于问世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说到这里呢，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。在设驻日公使馆前，中国派往日本的都是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，接触的呢也都是崇拜古典汉学的日本人。中国对日本当代政治经济，特别是军事情报严重缺乏了解，这种认知上的差距让中国在未来的甲午战争中吃了大亏。书到此时呢，我们的视线就该往北转了。就在中国文人还在东京以诗会友的时候，日本已经在北方悄悄布局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那个被称为虾夷岛的北方领土。